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的，我们一开始先直接来看一个非常非常惊人的数字，30亿小时。各位，30亿小时是什么概念？你敢相信吗？这不是1年，也不是1个月，这是全世界所有的人类每一个礼拜花在玩线上游戏的总时数。30亿，这数字是不是真的大到遥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了？这等于说，平均下来，每一个玩家一周至少要投入6到7个小时，而且这还是非常非常保守的估计哦。那看到这个数字，我想大部分人的第一个反应可能都是一样的。哇塞，太多了吧，对不对？毕竟你想想看，我们现实世界有这么多急迫的问题，像是饥饿啊、贫穷、气候变迁，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对立。结果我们竟然还花这么多时间在虚拟世界里面打怪、练功、盖房子，这会不会其实是一种集体的逃避现实，一种 massive 巨大的时间浪费啊？我们的爸爸、老师可能都曾经对我们讲过类似的话，不要再玩了啦，赶快去做点正事，好不好？但重点来了，有一位世界级的游戏设计师叫做 Jay McGonigal， 他提出了一个可以说是完全颠覆我们所有人想象的一个观点。他说，30亿小时不但不是太多，而且是远远不够。他经过非常精密的计算之后，认为如果我们人类真的想要解决那些最棘手的全球危机，我们每个礼拜需要投入的游戏时数是210亿小时。你没听错哦，是现在的整整7倍。这听起来是不是超级反直觉，甚至可以说是有点疯狂？老实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论点的时候，真的觉得这太扯了。但深入去研究它背后的逻辑之后，我才发现，哇，其实这个想法非常非常的强大。好，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扯，对吧？但我们先不要急着下定论，因为他的论点背后其实有一套非常完整而且很有趣的逻辑在支撑。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深度拆解这个用游戏拯救世界的疯狂计划。我们会依序来分析这5个部分。首先，我们会来看看什么是玩家独有的史诗级胜利心态。再来，玩游戏到底默默培养了我们哪4大超能力？接着，我们会看到一个正在崛起的精通游戏的世代，这又代表了什么样的全新人力资源？然后呢，我们会看一个超酷的真实历史案例，看看古文明是如何用游戏来度过危机的。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一切到底要怎么在现代世界来实现。好，那我们就从第一点开始看起。首先，第一部分，玩家的史诗级胜利。McGonigal 认为，要理解游戏真正的力量，我们得先从一个非常细微但非常关键的地方开始看起，那就是一个玩家在玩游戏的时候，脸上会出现的那个表情。为什么我们在游戏里面好像都变成了更好的自己？好，大家可以先看看画面上这张照片，这是一位摄影师 Phil Toledano 拍的。他当时就是想捕捉玩家在玩游戏时那个最真实、最投入的情绪。如果你自己不玩游戏，你可能只会看到专注、紧张，甚至有一点点的恐惧。但如果你是个玩家，你可能就会注意到一些更细微的线索。你看他眼角的那个笑纹，那其实代表着乐观；还有他微微上扬的眉毛，那代表着惊喜和期待。McGonigal 就把这个表情形容成是一个玩家即将达成史诗级胜利的表情。这个表情里面充满了希望、动力，还有一种解决问题的强烈欲望。可是回到现实世界呢？情况往往是恰恰相反的，对吧？我们在面对真实世界的各种困难，比方说工作上的挫折啊，复杂的人际关系啊，甚至是那种永远都看不见尽头的待办事项时，我们脸上出现的往往是另外一种表情：焦虑、沮丧、无力，甚至有一点点愤世嫉俗。McGonigal 称之为“我不擅长人生”的表情。这就是他发现的核心问题。
为什么在游戏里我们感觉自己无所不能，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克服任何挑战？可是，一回到现实中，我们却常常感到不知所措，觉得自己好像不够好。那到底什么是史诗级胜利？它的定义是这样子的：一个超乎你想象的极度正向的结果。也就是说，你在事前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可能办到，直到你亲手完成它的那一刻，你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真正的潜力。这就是好的游戏精心设计出来要带给玩家的核心感觉。不管是你跟40个队友一起打败那个在魔兽世界里面灭团了几十次的最终 BOSS， 还是在萨尔达传说里面解开一个你想破头都想不出来的神庙谜题，那种突破极限的成就感就是史诗级胜利。而 McGonigal 认为，这种强大的心理状态，正是我们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最需要也最缺乏的东西。好，所以玩游戏不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它其实更是在默默地培养我们一些非常关键的技能。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我们 McGonigal 把这些在游戏中养成的技能归纳成玩家独有的4大超能力。他认为这些能力正是我们应对这个复杂世界最需要的武器。好，这4大超能力分别是：第一，是一种驱使我们立刻采取行动的急迫的乐观；第二，是能够快速建立信任的紧密的社会连结；第三个是让我们心甘情愿投入大量时间的极乐的生产力；以及第4个是追求更伟大目标的史诗级的意义。我知道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抽象？别担心，我们一个一个来拆解，你就会懂了。首先，第一个，急迫的乐观，这听起来很玄，但它其实是一种极度的自我驱动力。意思就是说，你会有股冲动，想要立刻采取行动去解决眼前的障碍，而且你内心深处还相信自己有很高的几率会成功。你想想看，在游戏里面，玩家从来都不会坐以待毙的，对吧？你看到魔王，你的反应就是冲上去打，就算失败了也没关系，那就再来一次嘛。游戏其实教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失败是正常的，失败它只不过是通往成功的一个过程而已。但是在现实世界，我们常常因为害怕失败而连第一步都不敢踏出去。所以玩家拥有的就是这种值得一试、现在就是的行动偏见，还有非常强大的心理韧性。第二个，紧密的社会连结。有研究显示，当我们跟另外一个人一起玩过一场游戏之后，我们会更喜欢对方，即使那个人刚刚在游戏里面把你打爆了也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玩游戏，特别是团队游戏，需要高度的信任。我们打从心底相信队友会遵守规则，会为了同一个目标努力，而且不会中途放弃。在一个游戏公会里，你需要信任你的坦、你的补士、你的输出，每个人都要各司其职。这种一起共同奋斗的过程，能够非常快速地建立起强大的信任感和合作关系。这种现象在社会学上甚至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快速信任 （Swift Trust）。这在现实世界中其实是很难复制的题。第三个，极乐的生产力。这一点非常有趣。你知道吗？魔兽世界的玩家平均每个礼拜要玩22个小时，这根本就等于一份兼职工作了。那为什么他们愿意投入这么多的心力？因为心理学家早就发现，人类在从事有意义而且有挑战性的工作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快乐，其实远远大于单纯的放松或娱乐。这就是心理学家米哈里·切科森米哈伊所说的那个心流 flow 状态。游戏呢，就提供了这种对的工作，它的目标很明确，反馈很及时，挑战跟你的能力又刚好匹配，这就让我们处在一种极度快乐，同时又极度有效率的完美状态。最后一个，史诗级的意义。玩家们天生就渴望能够参与一些宏大的使命，为一些超越个人的更伟大的目标做出贡献。这边有一个最好的例子。你知道全世界最大的 Wiki 百科是谁吗？当然是维基百科，这没有悬念。那第二大的呢？答案是魔兽世界的粉丝百科，叫做 Wowpedia。它上面有将近8万篇文章，每个月有500万人使用，而且这全部都是由全球的玩家自发性的投入了我们难以计数的时间，共同建立起来的一个关于虚拟世界的庞大知识库。这就证明了，只要你给玩家一个够为宏的目标，他们所能够爆发出来的集体智慧和协作力量，绝对会超乎你的想象。
好的，我们来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当你把这4种超能力——急迫的乐观、社会连结、极乐生产力，还有史诗级的意义，全部加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得到什么？你会得到一个全新的、一个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力资源，一个精通游戏的世代。好，接下来这个数据，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也吓了一大跳。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在一个有浓厚玩家文化的国家，比方说美国或台湾，一个年轻人到21岁的时候，平均下来他已经花了1万个小时在玩线上游戏。1万小时是什么概念？美国的学生从国中到高中毕业，如果6年都全勤的话，他总共待在学校的时间是10080小时。你看，这2个数字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的年轻人其实有一条跟学校教育完全平行的第二教育轨道，他们在游戏里面学到的东西，可能跟在学校里面学到的一样多，甚至更多。如果你有读过 Malcolm Gladwell 的那本畅销书《艺术》，你一定对1万小时定律不陌生，对吧？这个理论简单来说，就是任何人在21岁之前，只要在某个领域投入1万个小时的刻意练习，他就能成为那个领域的大师，英文叫做 virtuoso。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整整一个世代的游戏大师。他们精通的不只是打电动的技巧而已，而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4大超能力：解决问题的乐观、快速协作的能力、高效投入的生产力，以及追求宏大目标的渴望。这是一股前所未有、潜力无穷的巨大的人力资源，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快速的扩大。现在全世界每天至少玩1小时游戏的人口大概是5亿人。但是游戏产业正在非常积极地开发那种更低功耗、能用手机网络连线的主机，要把游戏推广到像是印度、中国、巴西这些开发中国家。专家就预估，在未来10年，这个数字会再增加10亿，来到15亿人。你想象一下，15亿个拥有解决问题超能力的大师，这股力量比任何一个国家的总人口都还要多。如果我们能把他们的力量导向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那会是多么巨大的一个改变呢？好，讲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一切还是有点太理论、太理想化了。用游戏救世界，真的有可能吗？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一个来自2500年前的真实历史案例，它证明了这件事不只是可能，而且早就发生过了。根据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洛多德的记载，在非常古老的吕底亚王国，曾经爆发了一场极度严重的大饥荒。当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国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想出了一个非常疯狂的计划。他下令发明了骰子游戏，然后颁布了一项全国性的政策：全国人民一天吃饭，隔天就整天玩游戏。为什么？因为游戏实在太吸引人了，它可以让人完全沉浸在里面，暂时忘记饥饿的痛苦。但更重要的，它维持了整个社会的秩序跟士气。就这样，他们靠着吃一天玩一天的模式，撑过了长达18年的饥荒。最后，饥荒还是没有结束，国王决定玩最后一场游戏。他把全国人民分成2半，玩一场骰子，赢的那一半人必须离开家乡去寻找新的土地，输的人则留下来，用仅剩的资源继续生存。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像神话，对吧？但神奇的是，最近的 DNA 证据显示，后来建立了罗马帝国的伊特鲁里亚人，他们的 DNA 竟然跟古吕底亚人是同源的。而且地质学家也发现，当时地球确实经历了一次长达将近20年的全球降温，这可能就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所以这个疯狂的故事很可能是真的，吕底亚人真的靠着玩游戏拯救了他们整个文明。你看，吕底亚人玩了18年的骰子，拯救了他们自己。而我们这一代，如果从1994年第一款魔兽争霸即时战略游戏算起的话，也玩了超过20年了。McGonagall 说，我们也准备好了去玩一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史诗级游戏。那问题是，到底该怎么做？我们要如何才能把虚拟世界的超能力真正的应用在现实世界呢？其实 McGonagall 和他的团队
早就已经设计了好几个这样的游戏，比方说一个叫做没有石油的世界的游戏，它模拟了一场全球性的石油危机。那玩家要做什么呢？你必须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去过那种没有石油的日子，然后上网用部落格啊、影片啊，去分享你的生存策略。例如你怎么通勤，怎么找到替代能源。这个游戏让上千人真实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另外一个叫 Superstruct 的游戏，它的前提是超级电脑预测人类只剩下23年可以存活。这个游戏召集了8000名玩家，在短短8周内为能源、粮食、健康这些领域发明了500多种创新的解决方案。甚至他还跟世界银行合作，开发游戏来培训非洲的年轻人，让他们学习社会创新的技能，成为能够改变家乡的企业家。这些都证明了游戏的框架确实可以被用来解决真实世界的复杂问题。好，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今天这个疯狂计划的2个核心重点。首先，第一点，玩游戏真的不是在浪费时间，它其实是一场规模非常庞大的集体训练，正在默默地为我们这一整个世代装备上解决未来复杂问题所必须的心理素质和关键技能，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4大超能力。而第二点，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看待玩家的眼光。全球数以亿计，而且还在快速成长的玩家社群，他们不是社会的问题，恰恰相反，他们是我们面对未来种种危机的时候最宝贵也最尚未被开发的巨大潜力与人力资产。所以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下一个能够改变世界的游戏是由你来设计，你希望它解决什么问题？它会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或许就是我们开启未来的钥匙。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一起拆解了 Jane McGonigal 这个用游戏拯救世界的疯狂计划。我们看到了游戏如何赋予玩家史诗级胜利的心态，培养出4大超能力，并正在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游戏大师世代。而无论是古老的历史还是现代的实验，都证明了这股力量绝对有潜力被引导来解决真实世界的危机。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重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